大家好，还记得之前在英国伦敦车站大闹的小粉红吗？现在焦点开始转移，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被揭露出来。大家可能以为只不过是这几个小粉红没有什么公民素质啊，什么高喊 Don't touch her 啊，想讹上赖上这个钢琴师。结果问题根本不出在这儿，出在是这几个小粉红之前在干什么。现在被挖出了一条大鱼，当时还有一个中共间谍在现场指挥，我们一起来深挖一下。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这个在英国伦敦大闹车站的小粉红啊，他们有这么几个人，我之前给大家指出来了，把他的人名也曝光出来了。那么其中最主要的是3个人，2女1男。这个女生之一叫做刘梦颖，她是最早过去跟这钢琴师讲话，他们的画面是不是被录进去？这个女生后来不是还做影片来抱怨啊，来这个说自己多么的爱国，说在维护这个5星红旗的尊严，对吧？之前我们也调侃过。那么这个女生居然自己还有一个推特账号，在这个账号上边，她也不断的发言。之前我们就讲了，你完全没皮没脸啊，无耻之极！你做错的事情你认错，或者是不说就完了。结果他还得不停的去挑事儿，然后说这个 Dr. K 这钢琴师，他不断的给自己加戏，然后说成是这个抗击共产党的一个英雄人物，对吧？这确实他现在在这么做，可是明明是你在不断的给他喂料啊，你不断的在反驳啊，甚至否认自己的言行有任何过失啊。然后你还不觉得自己手里拿着5星红旗是有问题的？在一个中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愚蠢的认知，那么人家当然追着你打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这些小粉红在看到他们不光是现场的那些行为，到后续的那些反应，真的觉得蠢到家了。那这个女孩在推特上面，然后也是留言说：“你们算老几呀？”用英文写说：“我爱我的祖国，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真相。”甚至他还留言说已经对 Dr. K 这个钢琴师发起诉讼。他还威胁评论留言的网友说：“我劝你们不要提这个事儿了，你再提我也告你。”他真的觉得他的这种威胁是能够起作用吗？啊，你说这个人真的是，哎呀，真的我觉得无语了。他不光是公民素质问题，甚至连最基本的情商都没有。全世界都盯着共产党的，都盯着小粉红的，都盯着中共的渗透和统战的，然后你不停的在这儿跟别人呛啊，生怕别人不把你掀个底朝天。果然吗？他现在不断的这么说，大家就去研究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好了，他已经被举报，他的推特账号都已经被封了。有人开玩笑说，你在告别人之前，你先告这个推特 X 平台，先告马斯克，人家把你这个账号封了啊！刘梦颖居然还不作不死，说承认我们确实在为中国的电视台在拍摄影片啊，但是跟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电视台难道不是共产党控制的吗？怎么会没有关系，对吧？常识都不知道吗？然后甚至他还提出说，我已经咨询了律师，一个叫做李珍居的律师 Christine Lee， 说他讲了，在公共场合你这拍摄用于商业用途，你就是非法的。这个时候呢，人们就想了，这个李珍居是谁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所谓的华裔律师？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李珍居居然就在现场，当时就在这些小粉红的身后，被 Dr. K 的这个直播拍下来了。然后再一查他的背景，他居然曾经被英国媒体指控为中共间谍。你说这小粉红后续给大家带来这些料，比之前在现场让钢琴师不要拍摄要来的劲爆多了。真的，我看到他的账号被封了，有点难过啊！不应该封他的号，谁举报他的？这么讨厌，就是应该让他继续发呀！他发的越多，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信息，越发现中共的渗透无孔不入，而且还没准还能钓出大鱼来啊！真可惜啊，他的这个 X 账号被封了。但是我想，以他的这种智商、情商，他可能还会找其他的平台去发，小红书啊、抖音啊，对吧？他还会不停的向大家爆料。OK。感谢他，希望他千万不要停下来，请继续说，请继续为自己辩解下去。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所谓李珍居，网上就有一个新闻截图，是习近平亲自接见海外华人华侨的时候，就有李珍居。李珍居本人在笑着和习近平握手，
如果你说我是大外宣 ，OK， 你拿出什么证据证明来，对吧？你没有任何证据，我没有见过习近平，我没有见过任何领导人。但是现在他这个李珍居和习近平照片都出来了，然后这个人又在中共党媒人民网上面有自己的专栏，写了很多文章，说他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他不仅是跟习近平合影，他还是为中共的外交部下属的这个驻英国大使馆来工作。他还是中国侨联啊，就这个统战组织的特聘海外法律顾问。然后他渗透到了英国政府、英国的国会，成为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秘书长，以及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创办人及会长，就是号召这些在英国的华人去参政啊，去选出他们心仪的或者他们背后势力共产党心仪的议员。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是这个人早就被英国的情报部门盯上了。其实这个人我们过去做节目就讲到过，没想到他又用另外一种身份啊，这些在英国伦敦车站大闹的小粉红背后的幕后主使这个身份又再次的进入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这个人呢，在英国 BBC 的一篇报道当中描绘他，说他被英国军情五处列为影响力间谍。什么叫影响力间谍呢？就是试图影响英国的国会、英国的政策。当时英国军情部门就查出来了，说英国的一位议员跟他过从甚密，而这个李珍居向这位议员总共提供了超过50万英镑的赞助来支持他竞选，甚至李珍居的儿子就在这个英国议员的办事处工作。 BBC 在这个报道当中说，多名官员声称李珍居参与了一种所谓的播种行动，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操作手法，愿意为了获得回报而等上好几年，就是先渗透，然后扶持你，帮助你交朋友，对吧？最后在关键时刻让你出卖英国的利益来为中共服务。据说英国各大党派内都有少量的这么一批候选人，已经进入到中共的这个培养名单当中，而且这种渗透早已从联邦层面渗透到地方啊，在扶持地方的官员，因为有些地方官员可能成为明日之星。之前我们也报道过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啊，包括用美人计的方式。现在这个李珍居啊，是用这个资金的方式啊，游走于这些各大英国的上流社会，然后试图影响他们的对中国的看法，以及未来制定政策的时候的考量。李珍居是英国情报部门直接指名道姓的人物。现在好了，出现在英国车站啊，在这些小粉红的背后，这不就印证了我最早时候分析这个事情讲的话吗？我说这小粉红在干嘛？这才是重点，不是他们大闹要求删掉他们的画面，而是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出现在别人画面当中？更何况人家只是弹琴，人家你的画面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人家弹琴，而且又是个直播，现场直播啊！你冲进去跑到人家画面里边，然后说不能让我在这个画面里边，智商情商双低。李珍居估计看到这些小粉红的表现，他都头疼。我怎么找这么一群人来替我去宣传中共啊？本来这种事情大外宣的事情就是秘密进行的，结果在车站高喊 "Don't touch her" 啊，生怕别人没看到没听到。哎，就是你自己制造出这样的一个 drama， 然后你说这个 Dr. K 这个人在自己加戏，自己制造 drama， 我觉得很可笑了，对吧？ Dr. K 这个钢琴师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他会做什么反应呢？当然这是一个流量密码了，毫无疑问啊，而且它是有非常的正当性，因为你这个独裁专制的国家的人已经渗透到我们自由民主社会了，甚至向我们提出要求。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英国的情报部门对中国的工作说在过去3年已经翻了1倍啊，有加强对中国渗透统战的预防性的工作啊，或者是调查。那么这是一个好消息。那坏消息呢，就是李珍居这样的人居然还能够在英国大摇大摆的替中共来宣传来做事啊，而英国政府对他却无能为力。因为首先他已经是英国公民了啊，而且呢你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损害了英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但是他的很多行为渗透的行为目前还没有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啊，你没有办法证明他确实改变了英国的某些政策或怎么样，他们毕竟还是在潜伏过程中。所以英国毕竟是一个法治国家，他要讲法治啊，他不能够随意的钳制别人的言论自由，或者随意抓捕他认为可能的犯罪分子，除非他有确凿的证据。就像台湾政府也一样，确实违反了台湾的陆客条例，他最多就是不让你入境，他不仅不能抓人，甚至也不能够封杀。
而且呢，这些人还能够利用这些民主国家的司法体系去反过来告政府。比如说这个李珍居，他就是起诉了英国政府。这些大外宣也好，统战组织也好，中共的代理人也好，他们在利用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的体制，这种宽松的环境，一方面贬低他们的自由民主，另外一方面利用他们的自由民主，利用他们的司法独立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也是这些国家面对中共的时候的一个巨大的弱点。但是这种渗透和统战，或者说这个中西方的冷战如果持续下去，不断升级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就有可能会祭出一些特殊的手段，就像当年美国出现麦卡锡主义对付苏联，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出，因为它一定会有个反弹。就有些人觉得现在渗透太严重了，然后我们继续讲政治正确，然后任由这些专制势力去以自由民主人权的理由去保护他们自己，那么其实反而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伤害，对吧？反而是对自由民主社会的践踏。怎么办呢？他们可能会想到一些特殊的办法，通过特殊的法案去对抗敌人。比如说国防工业法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嘛，就是要求这些企业，私有企业必须生产现在国防必备的一些用品。那你说这是不是破坏了私有企业的自主权，对吧？你这是不是在践踏公民社会？但是有这样的法案，而且在必要时候就会执行，包括在之前疫情时间就执行过，对吧？然后在这个二战的时候也执行过。你不执行的话，那你完了，这自由民主社会就不存在了，对吧？所以说可能要让渡一部分自由民主，其实最终目的是捍卫保护自由民主，有时候可能必须要这么做。现在可能时候还没到，但是我相信很可能会有这么一天到来，而这个时候谁都跑不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